小夫竟然被绑架了，歹徒到底是谁呢？电视里一个有钱的少爷被绑架了，还差点被绑匪撕票。小夫刚开始还不以为然，虽说他家很有钱，但他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有人绑架他呢？可刚出门，小夫就光速打脸了，把路过的人当作绑匪也就算了，还把一个正在跑步锻炼的女生也当成了歹徒。越想越害怕的小夫，甚至请来了大熊跟蓝胖子。他想要邀请大熊他们当自己的贴身保镖。乍一听到这个请求，大熊和蓝胖子当然拒绝了。可小夫这个富二代可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，他一早早想好了对策。见两人想走，小夫淡淡的问了一句：“哈密瓜好吃吗？”顶级的哈密瓜当然很甜。可小夫随后来了一句：“还给我！你们不帮忙就还给我。”这能怎么还？哈密瓜早就被蓝胖子两人吃进肚子里了。可是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啊！总之，大熊和蓝胖子还是成为了小夫的保镖，保护他去上补习班。路上，小夫遇到了一个问路的大叔。蓝胖子见这个人的面相，觉得他是个好人，果然问完路，这个人就走了。可神奇的是，刚过转角，小夫就不见了。大熊和蓝胖子连垃圾桶都翻了，就是没有见到小夫的影子。难道他先回去了？两人思索了一会儿，才惊觉小夫可能真的被绑架了。这下糟糕了！慌张的大熊和蓝胖子连忙坐时光机去到了小夫被绑架前。两人躲在屋顶盯着小夫。大熊忽然觉得那个问路的大叔好像有点问题，他果然突然跑进了旁边的小巷子。难道他想绕到前面绑架小夫？大熊和蓝胖子赶忙追了上去，甚至蓝胖子还拿出了空气炮。可他们误会了，这个大叔是因为尿急，所以才跑这么快，想要借用厕所。等两人重新去找小夫的时候，小夫又不见了。没办法，蓝胖子拿出了任意门，他们决定再次搭乘时光机，这一次一定要保护好小夫。这次两人头顶住蜻蜓，飞在了半空中。两人回想了事情的发生经过，确认小夫是在转角处遇到了危险，于是两人决定在那附近守株待兔。蓝胖子还拿出了透明斗篷，两人刚隐身，小夫就走了过来。此时正好一辆蓝色的小车开了过来，可等车子走了之后，小夫也不见了。大熊和蓝胖子十分惊慌失措，难道小夫被车上的人绑架了？于是两人立马赶紧追上了那辆蓝色的小车。眼看车子越开越远，蓝胖子立马拿出了道具，停交通栅栏，道具在手，天下我有啊！车子立马被拦了下来。大熊和蓝胖子赶紧追了上去，可奇怪的是，小夫并不在这里。这下大熊和蓝胖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偏偏这时两人还遇到了十分着急的小夫妈。等把小夫妈忽悠走了后，他们又坐上了时光机，两人又头顶住蜻蜓，在半空中盯着小夫。他们觉得那个开车的阿姨很可疑，可又不能逮捕一个什么都还没做的人。眼看车子又开过来了，十分慌张的大熊提议可以在遇到绑架犯之后先把小夫带走。于是蓝胖子拿出了道具取物皮包，他看准时机，在车子停在小夫面前的时候，蓝胖子把小夫拉了过来。小夫不明所以，这两人是要干嘛？听到大熊说有绑架犯之后，小夫问了句：“绑架犯在哪儿？”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这时蓝胖子才恍然大悟，绑架犯就是他跟大熊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绑架犯。所以说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大熊他们的误会引起的，这可把小夫气炸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回顾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